今天我要分享这两个字的用法，它们是一组反义词：宽、窄。宽、窄。宽最常见的就表示距离很大，比如你的手掌有多宽，你的手掌有多宽。这条马路很宽，这条马路很宽。在生活里，它还有引申的用法，比如它管得很宽，它管得很宽，意思是它干涉的范围太大了，没有人和人之间相处应有的边界感。我妈管得很宽，我都这么大了，晚上还有门禁时间呢。我妈管得很宽。如果谈恋爱了，我认为彼此管太宽可能不太好，彼此管太宽可能不太好。第二个用法是放松、和缓。你放宽心，医生说他会没事的。你放宽心，医生说他会没事的。放宽心就是把心放得宽一些，别紧巴巴的，放松、缓和的意思。再宽限几天吧，发了工资就还你钱。再宽限几天吧，发了工资就还你钱。再宽限几天吧，宽限就是个动词来用了。再宽限几天吧，发了工资就还你钱。宽限在这儿是当动词用。再宽限几天吧，意思就是把时间拉得更长一些，再等几天的意思。再宽限几天吧，发了工资就还你钱。第三个用法，不严厉，不苛求。他待人很宽容呀，你怎么把他惹怒了？他待人很宽容呀。他对家里的小狗太宽容了，结果小狗很淘气，把屋里弄得不成样子。对小狗太宽容了。我妈妈对我很宽容，爸爸就有些严厉。妈妈对我很宽容，爸爸就有些严厉。宽容、严厉也是一对反义词。最后这个用法是很有钱的意思，这个词最常用，宽裕。宽裕，家里并不宽裕，你别提那种要求好吗？家里并不宽裕，你别提那种要求好吗？我感觉他家里还挺宽裕的。我感觉他家里还挺宽裕的。宽裕的意思是比基本的生活开销再多一点点钱，就叫宽裕。宽裕。优渥是比宽裕再多一些钱。正常的衣食住行基本不用看价钱，那个就算优渥。优渥。等手头宽裕一些了，我们就换辆车吧。宽裕一些了，我们就换辆车了。虽然手头是宽裕了些，但是该节约的地方还是要节约呀。虽然手头宽裕了些。如果是穷的话，在生活里面我们会说手头很紧。手头很紧，最近手头有点紧呀，我们不要出去吃饭了好吗？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我们不要出去吃饭了。我手头有点紧，再不发工资我都快揭不开锅了。我手头有点紧，再不发工资我都快揭不开锅了。其实宽字常用的词还有这些：宽阔、宽广、宽慰、宽厚。好在它们都是书面用语，当你听到有宽字的时候，就可以联想我说的这三个意思，大概率就能听懂这个词。如果你放到句子里，因为有上下文，也很容易懂的。像这种不常见的词，我建议你记整句话的表达会比较容易一些。比如宽阔的草原，宽阔的草原。一望无际的大海，一望无际的大海，这些都是固定的搭配了。宽阔的草原。接下来我们聊聊窄这个字。首先它和宽是对应的，表示距离小。这条路太窄了，只够一辆车过去。这条路太窄了。那条胡同太窄了。如果裤子小，也可以说裤腰太窄了。裤腰太窄了。真是冤家路窄。冤家路窄，我们来看字面的意思。
冤家指的就是仇敌，仇敌相逢在窄路上，就是说仇人或不愿意见面的朋友偏偏相遇了。比如我在地铁上碰到了前男友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我在地铁上碰到了前男友，真是冤家路窄。第二个意思是说心胸不开朗，气量小，容易生气的意思。这个人呀，心眼太窄了，你少跟他接触。这个人呀，心眼太窄了，你少跟他接触。你的心胸就那么窄吗？大度一点好不好？心胸那么窄吗？大度一点好不好？这个也是反义词。劝别人不要斤斤计较，别生气了，就可以说大度一点。心胸狭窄可不行呀，大度一点吧。心胸狭窄可不行呀，大度一点吧。好，我今天要多说一点有关发音的事儿。窄，窄，窄，这个窄字就是翘舌，你听哦，窄，窄。首先我们先来发之这个音，它可以拆分成更小的音素，先把舌头提起来发然后把嘴巴咧开，口腔里的空间更扁平一些，就可以发出之的音然后加上 i 的音 i 这个音很好发，然后把两个音合起来，先不要加音调，就是摘摘摘摘，然后再转调发第三声窄窄。卷舌音是中文的发音难点，我希望你找到方法把音发准。因为比如这个窄字，窄和字这两个字发音就很相近，发准读音就能更好的辨别出你在说什么。窄窄，但是如果你发不准的话，问题也不大，因为我们基本上不会只说一个字，会在一句话一个语境里结合上下文来猜你要表达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放轻松一些，我们一起慢慢积累，保持持续的进步，这样更有效呢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下一期我要讲高低这一段反义词，拜拜。